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现在呢，我们还是在进行 HSK 6级考前辅导课程。那学到这里呢，大家一定已经觉得有点累了，但是呢，大家不要担心，我们现在呢已经在进行的是书写部分了，也就是我们的6级 HSK 考试的最后一部分。那么前边呢，我们已经介绍了书写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就是一些注意事项。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一些例子给大家讲了一下，就是我们在看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个故事的一些主要的部分主要的结构和思路。那我们上一节课呢，只是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那现在呢，我们要通过更多的故事来向大家介绍。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怎么去把握这个故事里边最重要的内容？这个呢，是我们在读故事、读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当然了，因为我们的这个 PPT 它不够大，所以呢，老师没有办法把整篇文章给你打出来，让你去看，然后让你去记。所以呢，老师把文章的主要结构列成表格，给大家列出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然后呢，感受一下这篇文章是怎么样写出来的。那现在呢，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好，那我们上一次说过呢，我们的故事要有时间，要有地点，要有人物，要有原因、经过、结果。那最后呢，可能会有一个道理，或者有一个感悟。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什么道理和感悟可能它只是一个故事，或者说这个故事没有写道理和感悟是什么。那如果没有写的话，你也不要写因为它要求你的这个缩写呢，这个400字的文章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一定要文章里边你原来看的那篇文章里边有什么你就写什么。所以呢，不要写多余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的1000字文章里边没有道理，没有感悟，那你在写400字文章的时候，也就不要写道理，不要写感悟了。那如果有，你要记得把它背下来，然后写到你的400字文章里。那现在呢，我们在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汉朝的年轻人的故事。那大家如果了解一点中国的历史的话，可能知道在中国有一个2000多年前有一个朝代叫汉朝。那在汉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那这个人他是汉初的一个人物，是汉朝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人物，而且这个人非常有名。可能你如果问中国人的话呢，很多人都知道他。那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下。那首先呢，老师现在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张良。他是秦代末年、汉朝初年的这样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家，或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就是政府的领导、朝廷的大臣他也是在这个战争方面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那我们后边会看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说法或者是描述。那他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已经非常有名，或者是说已经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伙子，很普通的小伙子。但是呢，这个人呢，他有一天走在这个桥上的时候呢，他不小心就看到了一个，就没有碰到，可能这个老人有一个老人，他遇见了一个老人。那这个老人的鞋呢掉到了桥的下边，然后这个老人就跟张良说：“你下去帮我的鞋捡上来。”那张良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还挺善良的，他就走下去，然后呢把鞋捡上来给这个老人，然后老人还很过分的说：“你帮我穿上我的鞋。”
然后张良也没有说什么，也帮这个老人穿上了鞋啊，是一个对老人很尊敬，而且是为人还比较善良，而且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比较宽容的，因为这个老人跟他不认识，然后对他提出了一些要求，他都能够满足他，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张良这个人啊，有点比较宽容。那这个老人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他看张良也是觉得这个孩子还不错，那他就跟张良说，5天以后5天以后的早上，在这个桥上你来一下。张良呀可能也是比较聪明的，所以他听老人这样说，就觉得肯定有什么好事儿吧，所以他过了5天以后呢，他就早上起床之后就可能就来到这个桥上。这个时候他到这个桥上的时候呢，老人早就到了，老人比他早到了这个桥上，老人就批评他，我跟你说让你早点来，你居然这么晚就来了你5天之后再来吧，就非常生气的批评了张良，然后让张良回去了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让张良回去了。那5天之后又过了5天，那天刚刚亮这个张良就早起了一会儿，天刚刚亮的时候，张良就跑到了桥上。那这个时候老人又比他早就已经到这儿了，然后当然了，老人也没有教他什么，也没有给他什么，就又批评了张良，说你来得太晚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年轻人要勤劳呀那然后老人怎么办？老人说你5天以后你再来。那后来是又过了5天，那这个张良呢，不到半夜他就睡了一点点时间不到半夜的时候，很早，可能不到12点，他就爬起来，然后去桥上。那到了这个桥上之后呢老人还没有来说明这一次呢，张良比老人来得早了。那老人到了之后，发现张良已经在桥上等他了，所以老人觉得非常的欣慰很不错，小伙子听我的话，让你早点来你就早点来。然后呢，这个老人就拿出一本书来给了张良，说小伙子，这本书我送给你了，然后他就走了。那张良那个时候是半夜很黑的时候呀，他拿着这本书他也看不了呀，所以他等到天亮的时候呢，打开看看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有一个名字叫做《太公兵法》他拿到了一本叫《太公兵法》的书。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传说中的一本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是兵法，它这个内容呢是关于怎么管理士兵，怎么打仗，怎么打胜仗的这样的一本书。那张良既然得到了这本书，那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而且是据说已经失传了，就是人们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人见到过这本书，所以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老人送给了他，那他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他就非常认真的去学习了这本书，特别认真，然后呢很努力的学习。那学会了这本书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能够管理军队，能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能够打赢战争的这样的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才。然后呢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叫刘邦的人。那刘邦呢，他打算成立一个，就是怎么说，建立一个军队去推倒这个秦朝，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朝代。那么在这个建立新的朝代的过程中，张良他作为一个将军，他帮助了他的这个皇帝这个领导就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而且呢打了非常多的胜仗。最后在他的帮助下，刘邦终于建立了汉朝。那也就是说张良这个人因为自己的才能，所以成为了一个就是朝代这个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功臣，我们叫开国功臣。他对这个为这个朝代的建立呢付出了就是怎么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的最后也给了一些道理。那同学们听了我的故事之后呢，我相信现在你应该，如果我让你写的话，应该大概也有一点点印象，能够写一个大概的故事了。当然可能1000字的文章呢
里边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小细节啊，大家可能到时候可以去认真的看一看，因为这个是以前的真题，就是以前考过的题目，你应该在我们的这个 cnhsk.org 的这个网站上呢，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题目的啊，你可以再去认真的读一下，然后呢试一试写一篇文章。那同学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故事里边的人物啊，我们如果说人物的话呢，可能就是2个人物啊，或者3个人物。那第一个人物呢，就是张良，他是主要人物，还有一位老人啊，一位看上去不太讲理的老人。那还有一位就是刘邦，就是在可能故事的最后提到了张良帮助刘邦，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朝代。那同学们要记住，在读文章的时候，首先你要去记住，这个故事是关于谁的故事，然后呢，里边都有谁，这是人物。那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这个桥上，因为他是在桥上遇到了老人，而且是老人也在桥上送给了他一本书。那地点我们也很清楚，就是桥。那时间呢？其实它就是这个，比如说有一天，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天，然后呢，后来是第5天，然后是又过了5天，又过了5天，天亮之后，从此以后，最后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没有很具体的时间，但它是1天、5天、5天、5天这样的这个时间的顺序，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从前往后的顺序这样的去发生按照故事发生的顺序，那按照这个事情发生的顺序讲了这个故事，所以呢，对大家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那大家要记住的就是，这个事情，比如说是在什么时代呀？汉朝初年，或者是秦朝末年的时候，有一天这个人物他在什么地方，然后开始有什么原因，有什么经过，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最后有没有道理？大家去看一看。那如果你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总结、去记忆的话，我相信这个故事对你来说一点都不会难，因为本来就是这个人的故事也比较简单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去了，然后被批评，又去，然后又去，然后最后得到一本书，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它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大家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去读、去记忆去想，那这个故事对大家来说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写出来一篇比较好的文章了。好，那我们现在呢，一起再来看一下老师总结的这几个句子那就是实际上这些句子应该是同学们在看文章的时候一边看一边要去记的内容。就是你在看文章的时候，不要试着去把文章所有的内容都记住，那个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应该记什么呢？你就应该记这些最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一天张良在桥上散步，遇见了一个老头，老人扔鞋这个老人看起来他是故意把鞋扔到了桥下，他是扔下去的，而不是掉下去的。那刚才老师说错了，那大家要注意这个小细节。然后呢，他让张良到桥下捡鞋，张良给老人捡回来，并且呢帮他穿上了鞋。老人告诉张良，5天后早上到桥上来等他。那这个是我们事情一开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然后呢，第5天一大早，张良来到桥头，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张良是越来越早，刚才老师已经给大家说过了，那个来的比较早，然后又非常早，然后又特别早，所以这个关于早晚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说法，大家一定要记住，然后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原来的词汇把它写下来，这个很重要。那首先是一大早，张良来到桥头，但是老人已经在等他了。老人很生气地责备张良迟到了那这是这个故事的发展的经过的第1条，就是第5天一大早。那又过了5天，天
天刚蒙蒙亮，这种说法，那这个你可能就要用到原文里的这个词汇，因为天刚蒙蒙亮可能比一大早更早一点，就是天刚刚有一点点亮的意思。那这样的词啊，表示这种时间的词，你可以直接用原文，你把它记住就可以了啊。那张良就来到桥上，老人又比他先到，老人责备张良为什么又迟到了，又责备他。然后又过了5天，张良不到半夜就赶到了桥头。那像这样的说法也要记清楚，比老人到得早，老人很高兴。然后呢，老人给张良一本书。那老师这样说的就是非常简单的哈，你就大概记一下这样的内容。你写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写得稍微更漂亮一点，用一些原文里的句子。然后天亮之后，张良发现自己得到的是太公兵法，是天下早已失传的十分珍贵的一本书。那关于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稍微的解释一下。那从此以后又有一个时间词，张良每天努力学习，后来成了一位大军事家，作为刘邦的助手，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卓越的功勋。那像这样的卓越的功勋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在文章里面看到的话呢，你最好是原文记下来啊，因为否则你可能没有特别好的说法去描述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要把它记住啊。那最后呢，有一个道理，就是在文章的最后说呢，张良能尊敬长者，宽容待人，至诚守信，做事勤勉，所以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那我们说呀，一般来说，如果有人要写一篇故事，最后可能会跟一个道理或者是一个感悟。那一般情况下，这个道理或者是感悟呢，会在文章的最后啊，因为它文章比较长嘛，1000字的文章，最后会告诉你这个感悟或者说这个道理是什么。也有情况，也有可能会在最前边，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发现文章的最后，有一个这样的道理了，那你就要把它给完完全全的给记住，就是张良啊，尊敬长者，宽容待人，至诚守信，做事勤勉，所以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那你把这句话给记住，那这就是文章的道理和感悟了。所以呢，那你如果看完了整篇文章之后啊，你能够把这样的思路整理出来，当然是在你的脑子里边整理出来，我相信呢，你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一定不会出错了啊。这个故事的，你能够保证这个故事的完整，还有就是逻辑通顺啊。因为以前啊，老师也看过一些同学写的文章啊，这个文章呢，就是感觉没有写完，就是而且他会忘掉文章里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可能就会，比如说本来是丈夫做的事情啊，他继承了爸爸做的事情啊，或者是说本来他来了1次、2次、3次，他可能继承了2次。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因为你在读文章的时候没有认真的去总结，所以才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要求大家真的再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的是，就是你要去有一个思路去总结它啊，按照时间的顺序，或者是按照事情发展的过程，你去记忆，先怎么样了，然后怎么样了，后来怎么样了，最后怎么样了呀？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和结构，用这个思路和结构去记忆它的主要内容。这样的话，你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有可能写一篇比较好的文章，比较完整的、比较通顺的文章啊。因为可能这个老师看到你的文章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要看你字有没有写错呀，句子是不是有语法错误呀，他更重要的还是要去看你这篇文章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了文章里边说了什么，你是不是记清楚了文章里边的主要的内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
同学们在这个就是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在阅读的过程中第一遍快速的浏览，了解大概内容；第二遍认真的阅读，记住一些重要的内容和细节。那这2遍读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总结出来这样的一些思路的话，我相信你把它拿走之后再去写，也不会忘掉重要的内容。好，那这是我们的第2个故事了。前边我们有一个故事，就是大夫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张良，年轻人张良的故事。他是一个尊敬老人又很宽容，然后呢又很守信，说到之后就一定会做到，然后呢而且非常努力、非常勤勉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所以他才能够成功。好，那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基本上差不多就已经说完了。那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个故事，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故事的思路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是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道理和感悟。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是什么。首先，关于时间我们发现在文章里面出现了2个时间，一个是第1天，一个是第2天都是早上的时候，一大早，然后第2天同一时间。那这个人物呢，就是我，他可能写文章的人就是我怎么样。那然后呢，出租地点是在出租车上打了2次出租车，第1天打了一个出租车，第2天也打了一个出租车。那第1天的时候呢，人物就是我和司机1，第2天就是我和司机2。然后呢起因就是我要去郊区培训，所以我打了一辆车。然后呢，经过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堵车了。堵车之后呢，这个司机就不停地向这个客人抱怨，向我抱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了很多抱怨的话。那最后的结果是我心里也很不舒服，因为司机不高兴了，我也不高兴了最后的结果是我也不高兴了。那到了第2天呢，他又打了一辆出租车去郊区培训。那这个出租车的师傅呢，我们一起也是遇到了堵车的问题，但是司机就没有抱怨他吹了口哨，哼了歌，然后非常开心。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呀？他说我们要换个角度想问题就是我跟司机之间有一个对话。那最后我也很结果是我也很高兴，所以我留了司机的电话。然后我跟这个司机说，以后我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找你，需要打车的话我就找你。他说好啊。然后呢，他还把这个电话推荐给了自己的朋友，所以很多人打电话给这个师傅呢，说我要用车，所以给这个师傅带来了一些生意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结果。那最后呢，这个文章的作者他说呢快乐其实是一种习惯，不管大环境怎么变，寻找快乐的决心不能变。这个是这个作者他经历2次打车的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得到的一个感悟，就是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就是都是堵车，你看，但是不同的人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追求不管环境怎么变，寻找快乐的决心不能变。那这句话你就一定要把它给记住了。好，那这个故事比较简单，而且呢，因为这个司机和我的这个对话它比较长，所以老师在这里没有很详细的去写，只是写了抱怨和高兴就没有了但是实际上可能你写文章的时候呢，要稍微写一点描述，就是这个司机怎么样，他抱怨什么来着，然后我后来怎么样那因为这样的内容还不足以去写400字的文章，你还是需要一些细节的内容，但是最根本的内容都在这里了。那如果你对这个内容很清晰的话，它会帮助你去记忆重要的内容。比如说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去做什么，所以我去打车，那这个可能对于你来说就会比较容易去记重要的内容了。
好，那这个故事呢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去讲的。第一天我打车怎么样，第二天我打车怎么样，最后我的感觉是我的想法就是快乐其实是一种习惯，巴拉巴拉巴拉，那就这些内容。那其实你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啊，你也会觉得思路很清楚，所以你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记忆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啊。那就是时间是什么时候呀，在什么地方呀，谁呀，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后来经过怎么样啊，最后结果怎么样啊，感悟是什么呀？那你通过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这个怎么说，我们叫做6要素去记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的话呢，你一定会记得很清楚，就是不会漏掉什么东西了啊。就是因为有很多同学跟老师说，老师一开始我没有学习过这些内容的时候，我看文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记住什么，我觉得所有的句子都很重要，但是我又记不住，所以我就很头疼，我就努力读，但是最后写的时候呢，总是会忘掉一些内容。老师帮他看文章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很重要呀，你为什么忘了？他说哎呀老师，我就想着写别的，然后忘了这个部分。那这种情况其实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些训练的话呢，可能很容易发生。那如果你漏掉了最重要的部分的话，那分数有可能就会比较低，因为老师要看你能不能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那这些其实是对这个故事影响最大的内容，所以呢，你一定要注意去看的过程当中，注意从这些角度去总结这个故事。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记住最重要的内容，那你在写的时候才有可能把它完整的写下来。好，那这是我们的第2个故事了这是应该不对，这应该是第3个故事了。上节课我们有1个故事，那这节课呢我们讲2个故事，那希望通过这3个故事的这个总结呢，能够给大家展示一下真正在读文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记东西，你应该怎么去这个总结这样的思路。那了解总结思路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去确定一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因为我写一篇文章，我不是随便写的，我一定想告诉你什么。那你怎么才能知道这篇文章想说什么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故事是关于谁的。比如说呢，我们在第1篇故事里边，这个故事是关于这位老大夫的，大家还记得吗？那这个老大夫教了学生，病人都去学生那里看病了，他不明白，最后他知道了为什么。那所以这篇文章是关于这个老人老大夫和这个小大夫的故事。那第2篇我们的文章呢是什么呢？是张良的故事。张良是怎么成为大军事家的？是因为他遇到一位老人，怎么样，最后他成为了大军事家那我们的第3个故事是关于一个人，他去郊区培训，他打车打了不同的车，结果不一样，所以是关于这位乘客的故事。那你首先在看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这篇故事是关于谁的，那你要了解这个人在这个故事里面他都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什么。那还有就是你要去想一想这个人他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那位老大夫，他经验非常丰富，而且非常自信但是他教了一个学生的病人比他多，他就很好奇然后呢，他最后就了解到了，是因为病人觉得那个小大夫的态度特别好，又耐心又温柔。老大夫很厉害，但是呢，老大夫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态度，就是很冷静的态度，所以大夫病人们觉得我需要安慰，所以他去找年轻的大夫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位老大夫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夫呢？经验非常丰富医术非常高明，但是态度非常冷静不会安慰这个病人，也不会去对病人非常温柔，他就是你来了马上知道你的问题，然后给你开药，然后你走吧就是这样的一位比较冷静的大夫。
所以你了解这个人的特点了，你才能够了解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发生啊。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故事，这个张良的故事，那你也要了解张良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特点呢？首先，他是一个尊敬老人的人，他非常宽容，而且呢，他说到做到，非常守信。老人跟他说我们要早上去桥上，他就去。老人跟他说他就去，他答应了之后他就去了。然后最后我们也知道他是非常努力的人，所以他才能成功，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的发生，就是因为他尊敬老人，非常宽容，非常努力，又非常守信。因为他的特点，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故事。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人的特点的话，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故事，你也比较容易记住这个故事了。那还有我们刚才的这个乘客去打车的故事，那乘客自己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但是这两位出租车的司机，他们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位司机是比较悲观的司机，他总是能看到不好的，他总是抱怨他一直抱怨，不高兴，我不开心那第二位司机呢，他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司机，他也遇到了问题，大家觉得没关系我们换一个角度想，这是一件好事那他就会往好的方面去想。那最后的结果就是，那喜欢抱怨人的司机就是没有可能这个乘客就不想第二次再找他了。那不喜欢抱怨的，喜欢换个角度想问题的快乐的司机，那乘客就一直找他那这个故事我们也能够很容易就记住了，因为两个出租车司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结果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得到的一个道理就是，你要有一颗寻找快乐的心。所以在你去读文章的时候比如特别是第一遍的时候，你肯定要明白要想，自己要想，一边读一边想，这是一个谁呀？谁的故事里面有谁呀？他们是有什么特点吗？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呀？你要从这个角度也要去想一想，然后你有了前面我们的那个结构，我相信这篇文章你一定能够很好的去把握它，一定能够很好的去记住它，这篇文章到底说了什么。好，那然后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个道理，或者是有一个感悟的话呢，它一般来说都会在第一段或者是最后一段，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那长的文章通常来说是会在最后一段的在最后一段的，因为第一段这个故事还没有开始，我直接说我有一个道理的话就有点奇怪，所以大部分都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觉得一个道理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最后一段。那么同时呢，如果你可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道理能够直接背下来，直接记住记住原文，然后直接去写。因为就是讲道理的句子呢，都是有点难的句子就是你自己写的话，可能你写不了这么漂亮的句子了。所以你如果能够原文去记住它的话，它对你非常有帮助你就直接记下来写下来就完事儿了那这篇文章就会显得非常漂亮。那如果你实在是觉得这些句子太难了，用的词特别难，我很难记住，而且有的词我还不认识，那也没关系，你就要用自己的话把它给想一想，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要有寻找快乐的心，我们一定要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你自己应该要快乐，应该要去寻找快乐，这样也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这个如果有的话千万不要忘了。那如果这个故事里边没有什么道理的话，你也没有必要去写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关于医生的故事，实际上我们学到的道理是什么呀？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主动的去跟你的病人交流，他们是需要一个很温柔的态度的，
他们需要你的耐心，需要你多跟病人去沟通的。只有这样才能受病人的欢迎，而且只有这样呢，才能建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任。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就是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获得的一个道理。但是你不能写，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文章里边没写，所以你也就不能写了。就是我们第1节课里面说过的，不要有你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这就是我们的2个故事和我们的这个文章的主题。那然后呢，我们下节课呢要来讲一讲如果我的文章已经读完了，我的主题也已经确定了，我了解和记住了文章的大概内容了，那现在我要去写文章了。写文章的时候呢，我可以先写文章，最后再想一个题目，或者是我可以先写一个题目，然后再来写文章。但是不管你先做哪一个，你一定要注意的是，我需要给文章起一个题目。所以我们下节课呢，就要来讲一讲怎么给文章起题目。好的，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